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正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大家可能都想过，但又一直找不到答案的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很聪明，不代表他最后就会成功？你先停下来想一想，从你国小、国中到出社会工作，你身边是不是总有那种被大家公认的天才？就是那种好像什么东西看一遍就会，考试前随便翻一翻就能拿高分的人。但很奇怪的是，当我们把时间拉长10年、20年过去了，你再回头看，那些真正在自己专业领域做到顶尖、走得最远的人，好像不见得是当初那些最被看好的天才耶，反而是一些你可能当年觉得他资质普普，但就是有一股傻劲，特别能坚持、特别能熬的人，最后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天赋跟努力，到底哪个才是成功的终极密码？这个大哉问其实也是一位顶尖心理学家安琪拉·达克沃斯，他花了整个职业生涯在追寻的答案。他也观察到了一模一样的现象，所以他决定要像个侦探一样，把那个比 IQ 比天赋更能准确预测一个人未来成就的神秘特质给揪出来。那今天我们就要跟着他的研究来一趟深度的解谜之旅。整个脉络会分成6个部分，我带大家一步一步拆解。首先，我们要先戳破天才的迷思，看看为什么 IQ 不是一切。接着，我们会找出成功的关键密码，一个叫做恒毅力的东西。再来，我们会看到一些来自西点军校跟顶尖业务员的超有力证据。然后，我们会理解为什么说恒毅力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短跑。第5，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到底该怎么培养这个关键特质？最后，我们一起思考下一步我们该怎么走。好，那故事的起点要从一个你可能完全想不到的地方开始说起。这一切都源自于一位在华尔街打滚的顶尖顾问。后来他在一个吵杂的国中教室里，发现了一个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我们故事的主角安琪拉·达克沃斯，他的职涯起点可以说是人生胜利组。他毕业后就在全球最顶尖的管理顾问公司麦肯锡工作。你想想看，每天的日常就是跟财新500大的 CEO 们开会，帮他们解决最棘手的商业问题。但就在他27岁那年，他做了一个让所有同事都觉得他疯了的决定。他辞掉了这份年薪100万、光鲜亮丽的工作，跑去纽约市的公立学校教国中7年级的数学。你没听错，从顶级顾问变成国中数学老师，这个转变的反差真的非常大。而且他后来还开玩笑说，教国中数学真的比当顾问还要困难，挑战性高太多。OK， 所以当他真的进入教学现场之后，他就像所有认证的老师一样，每天出作业、批改考卷，想尽各种办法让学生搞懂那些数学概念。但很快的，一个巨大的谜团开始在他心中慢慢浮现。按照我们一般的逻辑，假设应该是这样，对吧？班上那些做过智力测验被认证为高智商的学生，理所当然应该要是班上的学霸才对。但是他看到的真实情况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他很惊讶地发现，班上有些 IQ 最高的孩子，数学成绩反而普普通通，甚至有点跟不太上。而另外一些成绩名列前茅、一点就通的学生，他去查他们的 IQ 分数，根本就不是最顶尖的那一群。这个现象让他非常非常的困惑，因为7年级的数学，什么比列、小数、平行四边形面积，老实说，这些概念虽然需要动脑，但绝对不是什么高深的火箭科学。他非常确定，只要学生愿意投入时间认真练习，每一个人都学得会。所以，成绩好坏的关键，显然不是天生的脑袋有多好。这个发现就像一颗震撼弹在他心中炸开，让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教职，重返校园去攻读心理学博士。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这个谜底给揭开。好的，那在进入学术界之后，达克沃斯就展开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研究。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只有一个，他要找出那个在各种不同的领域，不管是军队、学校还是职场，都能一致的预测谁会成功的那个关键特质。他把这个特质命名为 Grit， 我们中文通常翻译成恒毅力。
他和他的研究团队真的可以说是上山下海，去了各种听起来压力就超级大的地方。他们跑去西点军校，想预测哪一些精英中的精英能撑过魔鬼般的野兽营训练。他们去全美拼字大赛，想预测哪一些孩子能一路过关斩将，挺进决赛。他们甚至还去研究那些被分发到最龙蛇杂处学区的菜鸟老师，谁能撑过第一年不阵亡，还能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成效。在所有这些截然不同的情境中，他发现那些我们过去深信不疑的成功要素，你可能没想到吧？像是社交能力好不好，外表长得帅不帅，身体健不健康，甚至是大家最迷信的 IQ， 都不是最准确的预测指标。这是不是有点反直觉？重点来了哦，在排除了所有其他的可能性之后，只有一个特质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能够始终如一的，而且非常显著的预测谁会坚持下去，谁会脱颖而出。这个特质就是 grit。恒毅力。那到底什么是恒毅力？它的定义很简单，但超级重要，你一定要记下来。它指的是对于一个非常长期的目标，你所抱持的热情与坚持。注意哦，这里有2个关键词，缺一不可：热情还有坚持。达克沃斯用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比喻来解释这个概念，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说得太好了。他说，恒毅力就是把人生当成一场马拉松，而不是100米短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看，短跑选手他追求的是瞬间的爆发力，枪响之后用尽全力冲刺10几秒就结束了。但马拉松选手不一样，他要的是配速，是耐力，是面对撞墙期还能撑下去的意志力。人生其实更像后者，对吧？恒毅力不是为了1个礼拜的期末考或是1个月的专案而短暂爆发，而是你对你的未来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目标，然后你愿意为了这个目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投入努力。恒毅力是一种耐力，它是在你摔倒7次之后还愿意第8次站起来的决心。它是在所有人都放弃的时候，你还相信终点就在不远处的那股傻劲。好，光有定义还不够，身为一个科学家，我们需要的是冷冰冰的证据。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达克沃斯研究中几个超有说服力的案例，让数据自己说话。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经典场景：美国西点军校。所有能进西点的都是全美国的顶尖学生，学业成绩、体能测验都是万中选一。但他们入学后的第一个震撼教育，就是一个长达7周、被大家称为野兽营的魔鬼训练。这训练的淘汰率非常高，每年都有大约5%的学员撑不下去而自愿退学。所以研究团队要回答的问题很简单：在训练开始之前，我们有没有办法就预测出来这些天之骄子谁会留下，谁会走？西点军校本身就有非常完整的数据库，他们有一个全人评分，综合了学生的 SAT 成绩、高中排名、体能测验、领导潜力等等，可以说是把一个人的天赋量化到极致了。但研究结果发现，这些传统的天赋指标都没有办法准确预测谁会退出。真正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不是你的头脑多聪明、体能多好，而是你的恒毅力指数。事实上，恒毅力分数对于能否撑过野兽营的预测力，甚至比西点军校自己引以为傲的全人评分还要来得更准确。那些在问卷中展现出更高恒毅力的军校生，就是更有可能坚持到最后。同样的模式也复制在拼子比赛选手、困难学区的老师以及顶尖销售员的身上。结论都一样，恒毅力高的人就是比较容易成功。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阿修，西点军校全国拼字冠军，这些例子都太精英、太极端了吧？离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有点远呢。恒毅力在更普遍的真实世界里，也同样那么关键吗？问得很好。这也就是为什么达克沃斯要强调，恒毅力是一场马拉松，它的价值体现在长期的人生轨迹上。为了验证这一点，达克沃斯团队前进到芝加哥的公立学校，进行了一项更大规模的追踪研究。他们找了几千名高3学生，先让他们填写恒毅力问卷，然后就放着不管，持续追踪他们1年多，看看最后到底谁能顺利拿到毕业证书。结果非常惊人，就像这张图表显示的，那些当初测出来恒毅力分数比较高的学生，他们顺利毕业的几率就是显著地高于那些恒毅力比较低的同侪。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你一定要专心听。
这个研究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证明了恒毅力不是其他因素的副产品。你可能会怀疑说，会不会是那些 grade 高的学生家里本来就比较有钱，或者本来就比较会考试啊？研究团队也想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在分析数据时，把所有可能影响毕业率的因素，像是家庭收入、父母的教育程度、标准化学历测验的成绩，甚至是学生自己觉得在学校安不安全等等，通通都考虑进去，并且排除了。在排除了所有这些因素的干扰之后，恒毅力依然是一个独立而且强而有力的预测指标。这就证明了恒毅力的重要性，并不仅限于那些精英环境。对于一般的学生，尤其是那些家庭环境比较弱势、辍学风险比较高的孩子来说，恒毅力可能才是那个真正能帮助他们翻转人生的关键。好，听到这里，我相信大家心里一定有个大哉问浮现哦。既然恒毅力这么重要，那到底要怎么培养？我要怎么让自己会让我的孩子变得更有恒毅力，对吧？这也是达克罗斯每天被问到烂掉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他非常诚实地说，目前科学界对于如何打造恒毅力还没有一个100%确定的标准答案，这是一个还在快速发展的研究领域。不过，他也给出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方向。他说，到目前为止，科学界所提出来最棒、最扎实的一个想法，叫做成长型心态，英文是 growth mindset。你可以把这个观念想象成是培养恒毅力的底层作业系统，是那个驱动一切的心理引擎。成长型心态这个概念是由史丹福大学的另一位心理学巨霸卡罗杜威克所提出来的。他把人的心态分成2种，第一种叫固定型心态，有这种心态的人打从心底相信你的聪明才智、你的能力是天生的、固定的，就像你的身高一样，不太会变。所以当他们失败时，内心的声音是完蛋了，这次考砸就证明我不是读书的料。失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永久的判决。而另外一种就是成长型心态，有这种心态的人相信能力是可以透过后天的努力、策略和学习而改变的。所以当他们失败时，内心的声音会是这次失败了，代表我这个方法可能要调整一下，或者是我练习的还不够。失败是一个讯号，告诉我哪里可以变得更强。你觉得呢？在面对挑战的时候，你内心的声音比较像哪一种？重点就在这里。杜维克博士的研究发现，当我们让孩子们了解到一个简单的科学事实，我们的大脑其实就像一块肌肉，你越是挑战它、锻炼它，神经元之间的连结就会越强壮，信息传递就越快，你就会变得越聪明。当孩子们理解了这件事，奇妙的改变就发生了。他们在面对失败和挫折时，会表现出更强的毅力。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再把失败看成是对自己能力的审判，而是把它看成是大脑成长过程中一个必要而且有价值的环节，是证明自己正在变强的讯号。所以，打从心底相信努力可以改变能力，这就是培养恒毅力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所以，我们知道了成长型心态是个威力强大的起点。但只有心态就够了吗？当然不够。形态是地基，但我们还得把房子盖起来，对吧？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是更长远的课题，如何真正成为一个有恒毅力的人。虽然成长型心态给了我们一个强大的信念基础，但达克沃斯也强调，这真的只是个开始而已，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真正的问题就来了，身为一个独立的个人，身为家长，身为教育者，身为整个社会，我们要如何才能更有效率的去设计环境，去创造机会，来培养自己和下一代的恒毅力呢？这不只是一个个人的课题，它更是一个关乎我们未来竞争力的巨大挑战。我想用达克沃斯的这句引言来做个总结。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充满了智慧，而且有点绕口令的感觉。你听听看，他说，在帮助孩子们变得更有恒毅力的这条路上，我们自己也必须要有恒毅力。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他告诉我们，培养恒毅力这件事本身就是一趟需要恒毅力的旅程。它不会有什么神奇的特效药，也不会有什么一步登天的捷径。我们会需要不断的尝试各种方法，我们会犯错，我们会经历挫败，但重点是我们要从这些失败中学习，带着新的理解，重新调整策略，然后再次前进。这其实
实不就完美的体现了恒毅力的精髓吗？总结一下今天重点：第一，我们打破了 IQ 之上的天才迷思，了解到天赋并不是成功的唯一保证；第二，我们认识了成功的关键预测指标恒毅力，它是由对长期目标的热情与坚持这2个要素所组成；第三，我们从西点军校到芝加哥高中生的数据中，看到了恒毅力在不同情境下都扮演着关键角色，它的预测力甚至超越了许多传统指标。第四，也是最实用的一点，我们学到了培养恒毅力的最佳起点，就是建立成长型心态，打从心里相信能力是可变的，并将每次的失败都视为宝贵的学习机会。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